儿子说要送给我一个惊喜，他拉着一个女孩站在我面前，说这辈子非他不娶。这个女孩是我前夫和小三的女儿。当年前夫骂我生不了孩子，转头跟怀着孕的小三跑了，我才离婚再嫁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儿子陆白把女孩领进门，这眉眼相似度，一眼就看出来是谁生的，是我前夫养的小三生的。我和前夫算是青梅竹马，小学到大学几乎都在一起，毕业后顺利结婚，唯一的坎坷就是迟迟没有孩子，家长催得很紧。我们达成一致后，双双去医院检查身体，我没问题，他弱精，他说他爱我，求我别抛弃他，我一时心软，撕了检查报告。为了维护他男人的尊严，我们对外说丁克。1年后，他突然带回来个怀孕的女人，告诉所有长辈我不能生，受不了了，必须要跟我离婚。报告被我撕了，我没证据反击他，更不想挽回什么，签了离婚协议书就分开了。后来我遇到了现在的老公，有了自己的儿子，没想到再有联系，是因为我们的后辈。陆白拿手在我眼前晃了晃，不耐烦道：媳妇都给你领回家了，你不包好红包也就算了，发什么呆呢？这还指望我们给你生孙子？我眉头微皱，不知道他这理论从哪里来的。在他的婚事上，我从没有催促过，更别提说什么生孙子的封建话了。女孩似乎知道我们两家的事，头垂得低低的，扯着陆白的手臂，似乎是在提醒他说话注意点，这让我心里好过不少。妈，我刚刚开玩笑的，你别认真了。陆白赶紧改口道。我摇了摇头，示意没事，然后问道：还记得你吵着要给我出头的时候，他就是我前夫和那个孕妇肚子里的孩子。有一次我和老公唠家常，两人提了一嘴这事，被儿子听到了，我让他别放在心上，他却吵了好几年，说再看到那家人要替我出气，也就去年开始不说了。妈，我知道的。陆白拉紧女孩的手，特意呈递到我面前，坚定又决绝。但我喜欢许巍，我就要跟他结婚。生陆白的时候，我大出血，输了一夜的血才缓过来，痛和家人的哭声现在还很清晰。现在听到儿子做的选择，顿时有些心寒，还很生气。我冷冷道：都谈婚论嫁了，肯定谈了很久了，谈恋爱的时候不告诉我，结婚的时候也没必要问我。我和老公都觉得儿子成年自立后，不要过多管束和帮衬，也绝不拖累孩子。妈，这是我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，你这么个脸色，诚心不想你儿子好吗？陆白理论道。别人妈盼着儿子带媳妇来，不仅做一大桌子菜给他吃，还给个大红包，您连个笑脸都舍不得给，太小气了吧？当年的事，任谁都给不了这女孩笑脸吧？更何况她长得跟她爸妈都有5分相似，讨厌加倍。我能克制情绪，没有立马阻止他们结婚算好的了。我爸妈说，为了小贝，再大的恩怨都要接过去，他们愿意见阿姨一面。许巍推了推陆白，笑着说道：你不是说阿姨被你爸宠坏了吗？咱们也多宠宠她，别计较那么多。陆白眼里的心疼迎着光刺的我眼睛生疼，这话他听不出来，我听得明白，这是在说我不如他爸妈，甚至比他们晚辈还不懂事呢。不过他说这话也不意外，毕竟爸妈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当初对我做出理亏的事，现在带着礼物上门道歉，我都未必会原谅，别提说什么愿意见我这种恶心又自大的话了。前夫怎么诋毁我，也是出轨理亏方。离婚后，一家人忍不了街坊邻居唾沫，搬得远远的，
跟我缓解关系，也是他们家占尽好处。陆白，我不同意你们结婚。和许巍眼神交锋，我下定决心劝道：我看他跟他爸妈一样，有心机得很，不适合你，赶紧分手。陆白微眯起眼，恍然大悟似的点点头。我见过许叔叔，他没说过你一句坏话，反倒是你一直诋毁人家。您这种只顾着自己快活的性格，也就我爸那种老好人受得了。所以陆白在知道我们两家恩怨后，还是去见了那个渣男，对那个渣男的话深信不疑，甚至为了渣男的女儿诋毁我这个亲妈。这还不够，他扶着许巍的后腰，眼睛落在他的小腹上，语气对我软了几分：小薇已经怀孕了，您不同意也得同意了。您不是教育我做事要承担后果吗？所以我必须对小薇负责。我不想拿孩子作为我们结婚的筹码，更不想孩子让你为难。我还是打掉吧。许巍红着眼，声音也哽咽起来，看着跟他妈更像了。我故意顺着他的话道：好啊，那你先把孩子打掉，后面的事再商量。许巍抬眼看我，有震惊，有愤恨，显然不是真想打掉孩子。陆白看不出来，叫嚷道：妈，您太过分了。许叔叔说您当初也是这么逼着许巍妈妈的，你当初自己不能生，极恨许巍妈妈，逼她流产，这是害死许巍不成，还要弄死他的孩子。这话击垮了我最后的耐心防线。我拿了户口本出来，敞开大门，不耐烦道：你爱跟谁结婚跟谁，以后别来烦我。您这么不讲理，我还不稀罕回来呢。陆白冷哼一声，拉着许巍朝我走来。我没再正眼看他们，余光看陆白把许巍推上前，顺手把户口本递了过去。许巍突然踉跄着往后退了几步，直到被陆白扶稳。妈一定不是故意推我。我抬眼看向许巍，对上他惊魂未定的目光，脸也比刚才苍白许多，比他妈还能装。陆白把许巍护在身后，那眼神好像我是他的杀母仇人。把户口本给我。他一边提防着我，一边伸手催道。拿着户口的手禁不住颤抖了。我精心养育他这么久，他应该知道我是什么人啊，但他连质问都没有，直接认准了我会去推许巍。陆白狰狞着脸，伸手拽走了户口本，给我。这让我彻底心寒，只想着把两人赶紧送走。陆白头也不回地出了门，许巍跟在身后，不知道抽了什么风，突然折返回来，紧紧拉着我的手。妈，我会好好劝劝他的，您先松手，我害怕。他又自导自演地拉扯着我们的手，我不懂他这个操作，只想快点把手抽离出来。突然有人狠狠推了我一把，我没有防备，仰头摔倒，疼得我四肢发白，大脑空白。只听陆白咬着牙道：我不会再让你伤害许巍的。啪嗒一声，门关闭的严丝合缝，把冰凉的瓷砖捂热。我才颤抖着爬起来，身心俱疲地躺在沙发上，回忆生养陆白的点滴，再想刚才被他狠心推倒后不顾，回忆许巍的妈妈当年也和他一样，登门后也是污蔑我要害他孩子，迫使前夫尽快就决定。而陆白和我前夫明明你不是父子，做的却一个赛一个的狠，不知道是摔倒的疼还是心疼。我有些喘不过来气，没什么力气，软倒在沙发上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再次醒来是接到老公的电话，他正在外地谈生意，打电话是来问我和陆白怎么了，臭骂陆白说是我个疯子，还白眼狼似的，劝他离婚。这让我刚缓和的痛，又好像有无数把电钻在骨髓里穿过一样。好在老公坚持站在我这边，完全尊重我对儿子的态度，会尽快安排好生意，然后回来陪我。我心情好了些，
习惯性点开朋友圈，陆白发了张照片，拍摄地点是在我给他买的房子里，露脸的有许巍，还有我前夫和那个小三，一家4口其乐融融地坐在一起，谈笑享乐。配文是：这才是我想要的家庭氛围，老婆孩子，善解人意的父母，看得我胃里翻滚。没想到陆白的恋爱脑和自私已经到了这种程度，他可以不认我，但不能还占着我儿子的身份，享受成为我儿子才能拥有的一切。我和老公一开始是上班族，儿子出生后辞掉工作，开始创业，怕我们一样被公司挤占所有时间，未来能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，我们省吃俭用，四处碰壁。回家时约定给儿子最好的状态，在艰难的环境，衣食住行也不会短缺儿子。直到公司成立，他慢慢长大成人，我们也从没提过一次创业的苦，不想用苦难来道德绑架孩子。陆白毕业后不想接手公司，也不要我们的帮扶，要自己去闯，我们没拦着，也从过多打扰。直到某天，他悄悄朝我抱怨，通勤时间长，上班后没有自己的时间，日子枯燥无味。我给他在公司附近买了一套房子，应着他所谓的自尊心，没告诉他爸爸。现在他拿着我买的房子来孝敬我最讨厌的2个人。买房子的时候，他是我的儿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分彼此，所以房子是挂在我的名下的，收回来也很容易。第2天，我收到了一条扣款短信，是一笔关于黄金的消费，扣的是我副卡的钱。买房子那次，陆白还找我要了副卡，他和许巍已经开始买3金了，估计很快就要结婚了。我打电话给银行，取消了副卡的绑定，估计是下一笔消费付不了款。陆白打了电话过来，我直接挂了，取消他副卡，只是因为他不认我做妈，我理应收回当妈给儿子的那部分。陆白不死心，又发了微信过来，妈，卡是你冻结的吧？你不说我也知道是你干的，这世界上就找不出第2个像你这么阴险自私的人来，想用钱逼我离开许巍，绝不可能，你就做吧，看到底是钱重要还是儿子重要。浅看了几眼后，我就把他拉黑了。我身体不好，生他时自己受了罪，也让他在出生时体弱多病，一直很愧疚，所以每次想着要他更独立时，又总在他苦苦哀求的时候悄悄妥协。大概是这一次次的妥协，才给了他现在肆无忌惮气我的底气吧。以后不会了，卡停了，接下来就是收回房子了。我委托中介帮我卖房子，顺便把住在里面的人赶走。但许巍一家比我想的要厚脸皮，尽管看到了房产证上是我的名字，还红着脸皮不肯搬走，只能我亲自去一趟了。路上我顺便报了警，先警察一步到地方，中介小哥帮我敲门，开门的是当年那个小三，胶原蛋白流失，五官凹陷，面相刻薄，和当年青春无辜的小白花完全不一样了。可见他费尽心思抢过来的生活，过得也不怎么样。我那个前夫更是秃头大肚腩，透着猥琐气息。你们今天要是不搬走，我会清算你们这段时间的房租，睥睨完他们，我冷冷开口。前夫打量我很久，舌头顶着腮帮，痞里痞气的样子，说话更是耍起无赖来。20多年了，你 TM 的还是这么个脾气，自私刻薄，不讨人喜欢，难怪你老公不要你，儿子也不要你。苏丽，你当初怪我勾引你老公，你们才离婚，现在你儿子爱上了我女儿，说到底还是你自己不如人，永远都是被抛弃的命。小三蒋云拦在门口，尖酸刻薄道：当初他带着肚子回来，我二话不说
提出离婚，看都没看他一眼。倒是他离婚还不满足，撒泼打滚，污蔑我要害死他孩子，又把这招数交给了他女儿。许巍也过来了，但比他爸妈冷静很多。他傲娇道：“我们只知道这是陆白的家，他不回来，我们不会走的。”这语气不会是以为我专门避开陆白来的吧？不管房产证上的名字是谁的，你都给陆白自由支配了，他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，他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。许巍像是在给自己洗脑似的，加重了语气威胁我：要是再不走，我就报警，告你们私闯民宅，进去把他们的东西扔出去。我兜着，我冷冷一笑，转向中介小伙道：中介小伙长得粗壮，单手就能把我那仿佛被抽了精气神的前夫推得远远的，身材矮小的母女俩更是不敢靠近一点。反了天了！报警！报警！前夫原地呆愣好久，突然拿出手机，发了疯的大喊大叫。我示意中介小伙继续扔东西出来，然后静静地看着他们发疯。很快，警车来了。警察同志，有人私闯民宅，您快把人抓起来！前夫指着中介小伙大吼道：“警察来了！住手！住手！”见警察转过来看我，我把房产证递了过去。你们有房产证或者租住合同吗？警察通知确定房产证真伪后，又看向前夫。前夫把许巍拉了过来，很没素质地嚷嚷道：“这是我女儿，房子是我女婿的，他让我们过来住的。这位其实是我未来婆婆，她不同意我和她儿子在一起，所以来赶走我们。房子确实是合法合规入住的。”见警察半信半疑，他又轻声提醒道：“要不我现在给我未婚夫打个电话，证明一下。”警察通知我有房产证，他们没有房产证，明显是强占民宅。如果非要上升到家事，我们当场闹起来，你们是不是还要进行民事调解？那事情就麻烦了吧？看许巍慌乱打电话，我伸手过去按了挂断，好意提醒道。警察们面面相觑，再问道：“合法合规入住的前提是你们得到房主的同意，或者和房主签订了租房合同，请问有吗？”“没有，但这是他儿子的房子，都是一家人。”许巍还想把这件事拉扯进民事纠纷里。那请问你们有户口证明，证明你和这位女士是一家人吗？警察耐心问道。许巍抿唇摇了摇头。前夫来了句：“我是他前夫，曾经算一家人。如果没有法律文件有效证明，请不要胡乱作证，阻碍办公。”警察呵斥一声，估计是觉得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正经证据，把人带走了。剩下我和中介小哥，我又叫来一个家政服务团队来帮忙打扫房屋。1个小时后，许巍一家那堆垃圾全都被处理完了，最后找锁匠换了锁，才安心离开。到了家，陆白的电话打来了，不甘示弱道：“房子你拿回去好了，我工作能力强，升职加薪快，很快就能自己买房了。也告诉您，我有出息，那是我的事，别再拿着我到处吹，满足你的虚荣心。”不等我回答，耳边全是嘟嘟嘟嘟的声音了。我气笑了，还因为他这几句话勾起一些回忆。他所谓的工作能力强和升职加薪，是在他刚入职不久谈的几个大订单。不忍心看他为了谈生意灌白酒，吐得脸色惨白，我主动牵线搭桥，推了几个合作方给他，并且提前拜托这些合作方给陆白个机会。至于拿他吹嘘，完全是我想用一种不明显的方式来鼓励他罢了。他既然这么排斥这些，那我就统统收回好了。我没想到的是，陆白比我想象的还要无能，不到1个月，他就撑不住来求我了。一通电话打来，
哭得脆弱。妈，你快救救我！我是真知道错了，到底是我10月怀胎生的儿子，我怎么能真断得干净？稍微服个软，我也没了脾气，拎着包就出去找他了。他给我发了个地址，是在医院。一开始，我开车扶着方向盘的手都在颤抖，生怕他是出了车祸，或者有什么重大疾病，想了好多错误开车的后果，我才彻底冷静下来，坚持到了市中心最好的医院。问过护士后，我来到他所在的病房，左手右腿都打了石膏，脸上症状虽然轻点，但也有好几处是青紫色的，不是摔了就是撞了，看着却不致命。我松了口气，缓缓走到床边坐下。陆白的双眼因为疲劳过度，皮肉松弛，眼窝深邃泛黑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憔悴多了。陆白翻身过来，注意到我，拼命地抓住我的手，一边喊疼一边解释道：妈，我去跑中介，1天没吃饭，晚上骑车回家的路上饿晕了，出了车祸，责任在我，人没事就好，安心养着吧。我拍了拍他肩膀，安抚道，正想着出去给他买点粥喝，谁知道他又死命地拉住我，好像我会随时跑掉似的。我无奈解释道，出去给你买个东西，还会回来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陆白讨好地笑了笑，指着桌上打印过字的白纸，小声道，医药费还没交。说完，像是怕我骂他似的，赶紧把头偏向一边。我深深叹了口气，拿起缴费单出去，手笔医药费也才1000块钱，他这就拿不出了。我饶是无语。在医院照顾陆白这几天，他没提过许巍，我也懒得问。出院回家的时候，我怕他以为我对那件事妥协了，还是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。我端坐在沙发上，严肃道，你回家我不反对，许巍不行，你要是想娶她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，以后别联系我了。妈，我们早掰了，我现在只想回家。陆白急忙表态。我皱了皱眉，问道，那孩子呢？就算不结婚，但孩子后面是生是留，都要妥善安排。孩子是孩子，他是他。妈，你停掉给我所有的帮助后，我才意识到，我根本离开你们，以后我都听您的。陆白怒了努嘴。至于那个许巍，自从我落魄后，他和他家人变了副嘴脸，什么都要，我拿不出来，就各种嘲讽我，还逼着我做最累人的中介。我是不想再看到他了，后面的事您帮我处理吧，看清了远离就好。后面的事我来联系许巍，心头的事放下。我又重新把儿子看顺眼了，提醒道，妈虽然不反对你自由恋爱，但女方最基本的人品要保证。我会的。陆白挺直身板，认真回应我。事后我联系许巍，却怎么都打不通他的电话。陆白说，妈，我或许能找到许巍，你把卡恢复了，我来安置他吧。我觉得我已经走出来了，可以独立面对他的伤害了。我点点头，感叹儿子变得沉稳许多，让银行恢复了副卡。1周后，信息提醒，副卡一次性提取了100万。陆白只是去找许巍了，又不是投资买房，怎么能花这么多钱呢？我越想越不对，给陆白打了电话。陆白解释道，许巍非要把孩子生下来，说要100万抚养费，但我聪明，怕他讹我们，让他们签了一份保证书。那你告诉他们，下次再来纠缠我们，等他们的就是坐牢。虽然很不舒服这种处理方式，但许巍肚子里的好的也是一条生命，还是把反对的话咽了回去，只是语气加重，提醒了一句。陆白处理完许巍的事后，整个人开朗了很多，还要收心进自家的公司，但他太急躁了，还没得到股东们认可，就想让我和老公从位置上下来，把公司全部交给他处理。
我和老公知道他能力有多少，默契地拒绝了。陆白是真的成长了，以前面对拒绝他会发疯，但这次他什么都没说，还向我们保证很快就会让股东们认可他。我和老公都很欣慰，尽力教他。又过了1周，他进了我的办公室，聊的不是工作，而是他的婚事。妈，我也老大不小了，该结婚了。他推着我的手臂，央求道：“您闺蜜那么多，给我介绍个门当户对的，人品好的，您来把关了。你不是才说过要以事业为重吗？怎么又想结婚了？”我不反对他结婚，但这个时间点让人不舒服。陆白解释道：“我27了，身边人都结婚了，就我一个孤家寡人，工作压力大，没个枕边人可以说。您和我爸总解决像长辈，好多事我没法说，那我帮你看看。”我被他说服了，笑着应下。咱家条件不错，门当户对的姑娘，陪嫁肯定不少。彩礼和房车上，我们不能委屈了人家。陆白又急忙提议道：“虽说咱们家别墅挺大的，但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自由，肯定不愿意跟长辈住。相亲的时候还会特意问这些。您先给我买套房子吧，记在我名下，这样就算是我挣的，相亲时说出去更有面子。房子是要买的，这话单听没问题的。我也不愿意委屈了未来媳妇，想让她更自由点。既然是买给小两口的，那等定下来后，问问姑娘的意见，买个合心意的，岂不是更好？”我提议道：“那就等你初步相信成功，有结婚打算前几个月，带着未来儿媳妇一起看房买房，她会更安心的。”妈，我还是觉得应该先买房，要不然人家以为我们画饼呢。本是在商量事情，陆白却争得面红耳赤，好像已经敲定了心仪的。我还是不肯松口买房似的，太古怪了。你真的要让我给你找对象？我想了想，又问了一遍。陆白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眼神里多了一分带着探究的审视，然后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我完全信任您的眼光。既然是我给你找的，那我保证那个姑娘不会急于相亲前就催着买房，她知道我能买得起房。”我回道：“我朋友很多，希望跟我家结亲的也很多，我的口碑在朋友圈内也极好。”陆白担心的问题根本不能实现。陆白沉默许久，质问道：“您是不是舍不得把手里的资产分给我？从来就不信任我这个亲生儿子。当初买房还没有许巍，您给我买房填的是自己的名字，现在连房子也舍不得提前给我买，您有口皆碑，但我要面子啊，名下无房无车，怎么好意思相亲啊？”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，所以是我多疑了吗？再三纠结后，我还是没松口，委婉解释道：“最近公司拓展业务，资金不足，所以暂时没法全款买房。如果只给你付首付，贷款要以你的名义还，你岂不是更没面子？那我不买房了，您给我在公司安排一个副董的职位，这样方便我以后接手您的公司。”不等我解释，他又急着问：“副董1个月工资应该很高吧？大概有多少？公司现在正是上升期，你没有成绩就上位，其他员工会有逆反心理。反正以后公司也是你的，你就从基层先做起，一层层了解公司。”看陆白脸色又不好了，我继续道：“如果你只是为了1个月多拿点钱，那我每月按照副董的工资给你打钱，1个月10万块，才10万，副董1个月怎么可能这么点钱？妈，你也太抠了。”陆白斜睨着我道。我无奈摇头道：“是不止这些，但副董薪酬更多的是带领团队完成公司项目的提成、奖金。如果你在公司做出成绩，也是可以拿到更多的。那您还是给我10万吧。”
我最近失恋了，心情不好，想先散散心，再回公司。陆白眼珠子转了转，下定决定道：“给他转完账。”我摇了摇头，庆幸刚才没有给他全款买房。他这个样子，像陈吉缺钱跑路的赌徒，哪里和他说的一样，像尽快接手公司呢？接下来1个月，他还算怪，我安排的相亲，每场都会去，都会认真对待，最终相中了合作方的女儿江婷婷。说来也巧，我们2家公司合作时间长达10年，建立了深厚的信任，所以婷婷不介意陆白有没有自己名下的全款房产。她甚至很清醒地说，陆白是家里的独生子，陆家家产也不会给别人，房子迟早会有的，不急于一时。陆白也没说什么，更没有任何催促我买房的行为，只是经常问我工作最近的营收情况。工作之余，我很喜欢参加一些极限项目。我买了辆价值20万的自行车，准备跟伙伴们外出骑行几天。骑行经常会遇到恶劣的天气，陡峭不平的路，对自行车性能和骑行装备要求很高。为保安全，买的都是最顶尖的品牌。虽然没给陆白全款买房，但他要钱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每次要的数目不小。我真怕他染上了赌博，打电话叫他回来问问情况。陆白高高兴兴回来了，看到我一桌子的装备，瞬间垮了个脸。妈，这些东西得不少钱吧？他阴沉着脸问道。我点点头，其实还行，是他3个月的零花钱。不过我每月花的没有他多，还会亲自打理一些项目，为公司和这个家挣收入。比起他，我完全是正常消费。30万的装备啊，多买几次我的房都有了。这些东西我不是现在才开始买，他却是现在受不了了，抱怨道：“您说您跟别的阿姨一样，做美容 SPA， 非要参加这些烧钱的活动，人家真正的骑行者才没有您那么怕死，买那么高档的设备。您要是怕死就别骑，非要气就别怕死，玩这些死人也不是稀奇事。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？呸呸呸！今天老公也在家，沉着脸教训道：“陆白，你现在真是无法无天了，快跟你妈道歉。”妈，对不起。陆白低着头，乖乖跟我道歉。等到老公脸色好了，他又悠悠问道：“爸，您认真说，我妈要真出事了，您还有心思做正经事吗？您肯定没心思。为了缓解伤痛，丢了我和公司，直接去走我妈走的路，对吧？”陆白拿捏住他爸的性格，在老公气他说晦气话时，急忙看向我。所以，妈，您别玩这些了，不安全。我话说得重，也是为了您，为了我爸。老公估计是觉得误会他了，轻咳一声道：“算你小子有良心，你要是想快点买房，就好好去公司上班，帮着公司做好项目，资金回流，不至于在些小钱上纠结。我们就你一个儿子，公司的经营权迟早要交到你手上，还有家里的一切都是你的。你妈说的对。”老公附和道。陆白盯着我买的这些装备，问道：“妈，您什么时候出发呀？记得给我和爸报平安。”这关心的态度让我心情缓和了不少。好，我欣慰地笑了。第2天一早，我穿好装备，跟着队伍出发了。我们一群人都是业务爱好者，骑行会选择相对宽敞的路，加上装备足够好，基本上不会有生命危险。然而这次我却成了队伍里唯一出意外的。经过一个拐弯，我正准备刹车跟着队伍转弯，谁知刹车怎么都按不动，人和车跳跃出护栏，往深不见底的山下滚落。我们骑行的地方不是很高的悬崖，即使真摔下去，有专门的装备护着，顺着斜坡滚到底也不会有生命危险。
可现实却是，我的装备被划开了大大的口子，身体和灌木丛、石头紧密摩擦，全身火辣辣的痛。坠落到底的时候，人直接晕死过去。再醒来，我已经被送进了当地的医院，躺在重症病房里，全身不能动弹，只能慢速说话和脑力活动。在外面的人进来前，我捋了捋这次的意外，是刹车和防护服出了问题。出发前一天，我检查了好几遍都没问题，只能是人为。想到人为，我脑子里闪现溢出一张脸，冷得浑身发抖。守着我的人发现我醒了，说我福大命大，正常遇到这种事，10个有9个都会死。其中一个朋友一边拿出手机拨动，一边解释道：“之前打你老公电话都不通，你儿子的手机直接关机，现在通了，你老公要跟你说话。”电话里，老公很慌张，解释手机无缘无故消失，刚刚才找到。我先问了句陆白在哪，老公说陆白关机在睡觉，现在准备跟他会合。我让老公陪着我一起撒了个谎，说我抢救无效死亡了。老公也听我的话，支开陆白，一个人先赶来我这里。队友们累了，个个都被回归正常生活，只剩我老公照顾我。陆白赶到的时候，只得到一个我已经死了，且为了满足生前遗愿，就地安葬。我猜的没错，陆白压根不在乎我，所以在听到不打算给我办丧礼后，一点不觉得对我的后事太敷衍。老公让陆白回去暂管公司的事，留下来陪我一段时间。陆白也没多想，急忙回了家。我命大，虽然装备出了问题，也只是几处骨折。大脑经过一系列检查没有问题后，很快就从重症转到普通病房，再到出院回家已经是3个月后的事了。我和老公隐瞒了今天回去的消息，门还没打开，里面就传来人的呼喊和音乐，像是在举办 party。 过了会儿，音乐突然停了，里面人说话的声音也清晰起来。你妈真的死了吗？先说话的是林薇，紧接着是陆白的声音。从那么高滚下来，防护服还是破的，怎么可能不死？我爸伤心欲绝的样子，3个月都不回公司，可不像是装的。那你爸怎么还不把公司正事交给你？怎么只是让你代管呢？要么是你爸怀疑你杀了你妈，要么你爸对你妈的感情都是假的。不管是哪一种，你好像都做不了家里的主，我们还能在一起吗？许巍忧心道。陆白冷哼一声，饶是自信道：就算我爸怀疑我，他也没证据。我在我妈车和防护装备上动手脚，指纹擦了，监控也关了，谁能知道？我爸对我妈要是假的，不肯同意你进门，我不在意多杀一个，谁会怀疑自己亲生儿子会杀父母呢？陆白自大狂笑，一点愧疚心都没有。我掐掉录音，报了警。等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，我们才敢进去。陆白听了录音，吓得直接给我们跪了下来。爸妈，我没有，我错了，我是你们儿子，唯一能给你们养老的人，没有儿子养老，你们会很惨的，会被养老院虐待，甚至提前被弄死。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。他语无伦次的求饶。我没看他一眼，决然道：那也总比提前被你谋害死好。我没有杀人犯儿子，警察同志，请把这个杀人犯还有这些知情不报的帮凶一起抓走，我们绝不和解。老公也彻底失望，一字一句强调道。警察们考上以陆白、许巍和他爸妈等同于帮凶，也跑不掉，一并被送进警察局。半年后，他们的判决书下来了，陆白杀人未遂，性质恶劣，判无期徒刑；许巍和他爸妈作为帮凶，判处10年有期徒刑。等到这个好消息后，
我连日紧绷的情绪终于放下了。从此以后，我没有这个恶魔儿子，会过好自己的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